金晨赴美风波升级，退圈传闻满天飞，前经纪人开直播说清了，真正拦住他的不只是那场车祸。朋友们，最近围着金晨的话题吵得挺凶，人到了美国，国内公开行程骤减，外界立刻脑补出一大串剧情，有人盯着社交平台照片猜私生活，有人断言资源见底，有人认定他要彻底离开内娱。热闹归热闹，真正值得看清的其实只有3件事。第一，他并没有公开宣布退圈。第二，赴美这件事，身边人给出的说法是学习和调整。第三，金晨近1年的处境确实和那场交通事故风波还有行业含义紧紧绑在了一起。这件事闹大，起点很简单，一个原本活跃在镜头前的女演员突然不怎么露面了，综艺少了，商务少了，进组消息也少了，人一安静，留言就会自己长腿。社交平台上最常见的2类说法，一类盯着私生活，一类盯着事业去向，前者最吸睛也最没证据，后者看起来更像分析，实质上很多也是情绪化判断。围绕金晨赴美，最该先掰开的是事实和猜测的边界，公开信息能对上的内容并不复杂。他的前经纪人李登科曾在直播里回应，金晨没有退圈，赴美属于阶段性调整，主要是学语言，体验生活。言外之意也很清楚，工作没有彻底停摆，若有合适项目随时可能回国。后来他现身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完成舞台表演，也说明他并非从公众视野彻底消失。问题在于外界并不满足于这类平静答案。娱乐讨论最怕没戏，越普通的解释越难拦住离谱想象。一个女演员去国外读语言班，在正常生活里很平常，放进内娱语境，立刻就能被翻译成另一套叙事。退圈、躲风头、移居，甚至连定居城市和后续营生都能被编得像模像样。这类内容传播快，正因为抓住了围观心理，看的人不一定真信，转发的人却很爱热闹。可金晨眼下面对的困境也不是空穴来风，真正的转折点，外界普遍会指向2025年3月那场发生在浙江绍兴的单车事故。按公开通报和后续披露的信息来看，事故发生后，车内人员均有轻伤，金晨脸部受伤较重，先去医院处理。争议不在车撞了哪里，赔了多少，争议集中在现场处置环节。助理在面对交警询问时，曾做出与实际驾驶人不一致的表述。事情后来被翻出，舆论瞬间炸锅。明星出事最怕2个词，一个叫特权感，一个叫不担当。哪怕最后警方通报写得很清楚，顶包并非他本人策划，离开现场与就医有关，不涉及骗保，交通违法处罚也已经落地，公众情绪仍旧很难立刻消散。道理不复杂，很多人看舆论事件，先看姿态，再看细节。一个助理顶在前面，哪怕只是短暂失时，也足够刺痛路人观感。事后道歉、赔偿结清、配合处罚，这些都能修补事实，却很难瞬间修复观感。这就是艺人行业最现实的一面。法律层面的结论和公众情绪层面的评价从来不是同一条线，警方给出结论，代表事情有了法理边界。可品牌、平台、节目组看待风险标准往往更苛刻，只要争议还在发酵，合作方就会先做减法。一个负面标签未必能把人立刻打趴下，却足够让很多原本临门一脚的机会默默转向别人。金晨后续资源变化也大致符合这条规律。外界能看到的是曝光频率明显下降，综艺端变化最直观，他连续参与多季的节目，不再出现在新一季常驻名单里。商务端更敏感，汽车相关、出行相关，风险审查更严；影视端则更微妙，剧组做决策本就要考虑平台态度、招商空间、观众缘。一个演员只要沾上争议，片方就会反复掂量，哪怕演技在线，哪怕角色合适，也可能卡在最后一步。很多人爱把这类变化简单归结为一句资源掉光，话说得痛快，判断却太粗。金晨的问题不是某一天突然没戏拍，也不是某一条新闻就能把多年积累全部清零，更接近现实的解释是多重因素叠在一起，形成了阶段性低谷。事故风波是一记闷棍，行业环境是长期低压，年龄段位置也在悄悄改变它的赛道。这几年影视行业收缩已是公开话题，开机项目减少，平台更谨慎，投资更保守，头部演员都在等本子，中腰部演员承压只会更明显。金晨此前能保持存在感，靠的是综艺和影视双线并行，综艺让他有辨识度，也让他更快圈粉。可综艺曝光高，另一面也很清楚，观众对真人状态过度熟悉，回头看角色，代入感容易打折。这个问题不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，很多从综艺大幅出圈的演员都撞过这堵墙。金晨身上这个矛盾更显眼，他在综艺里放得开，反应快，不扭捏，镜头亲和力不错。这样的性格天然适合真人秀，可一旦综艺标签过浓，演戏时就容易被拿来对照。观众不是不接受演员跨界，问题在于角色塑造还没强到盖过真人印象。
这样一来，影视口碑的上升速度就很难和综艺曝光匹配。等到综艺这条路又因争议收窄，原有平衡就被打破了，把这些线索并到一起，再看它赴美调整，逻辑就顺了。不是神秘失踪，也不是彻底抽身，更像是职业节奏被迫踩了一脚刹车，停下来不见得是坏事。留在舆论中心，每天被放大镜盯着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上热搜，应接项目稍有不顺就会被解读成自救失败。与其在高压里消耗，不如换一个环境，把时间拿去补短板、语言、视野、生活状态，这些都属于演员的基础储备。从公开动态看，金晨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夸张，租房、上课、规律作息，日常分享也偏平静。这样的路径放到明星身上，很多人不习惯。大家总以为艺人的每一次停顿都该有惊天内幕，其实不少职业转弯根本没那么戏剧化。接不到满意项目调整状态，顺手补能力，这本就是很常见的选择，只不过普通人这样做没人围观，明星这样做就会自动生成无数版本的故事。更关键的一点在于，学习这件事未必只是用来打发空档期。对演员来说，语言能力提升带来的不只是镀层金，国际合作项目、海外试镜、时尚活动、品牌沟通，甚至角色选择，都可能因此多出空间。哪怕最终主战场仍在国内，这段经历也会改变外界对他的想象。一个总被贴在综艺搞笑感上的女演员，若能借这段时间把气质和能力重新整理回归后的可塑性反倒更大。当然，理性分析归理性分析，现实难度也摆在那儿。娱乐圈不是进修完就自动翻盘，观众记忆有时很短，有时又长得惊人。一次负面风波可能几个月就过去，也可能在关键节点反复被提起。一个演员能不能真正回温，看的从来不只是态度，还要看作品。业务能力得拿得出手，角色得落得下去，市场也得给窗口。金晨舞蹈底子在，镜头表现力不差，外形条件依旧在线，这些都是底牌。可底牌能不能变成胜负手，还得等下一部像样作品。围观这件事，外界也该分清一层轻重。交通事故相关争议，该批评的部分已经有通报、有处罚、有公开道歉，没有证据的私生活猜测少拿来当真相。把一个女演员短期离开国内，直接翻译成躲去生孩子，或者混不下去跑路，这种想象力热闹是热闹，失真也失真。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明星危机处理的边界，是公众人物如何承担后果，也是行业在低迷周期里怎样逼着艺人重新做选择。回头看金晨这一步，谈不上漂亮，也未必轻松，更像一次被现实推着做出的转身。表面看是从聚光灯里退了半步，深一层看是给自己争一点喘息空间。舆论冷却需要时间，市场重新接纳也需要时间。这个阶段里能做的事很有限，少折腾，少硬拗，尽量把能补的地方补起来，反倒更务实。娱乐圈从不缺高开低走，也不缺低谷反弹，很多人败在出事，更多人败在出事后的连续失误。金晨眼下至少做对了一件事，没有在最乱的时候继续拱火，也没有把每一次露面都变成情绪输出。阶段性离场不等于认输，对一个还想继续吃演员这碗饭的人来说，沉住气有时比急着证明更重要。这场赴美风波闹到今天，答案其实已经渐渐清楚了，不是一锤定音的退圈，也不是外界编排出的狗血剧本，更接近真相的版本是一个遭遇风波的女演员，在资源收缩和行业寒气里暂时换了跑道，边躲锋芒边蓄力补课。能不能借这段时间完成翻身，还得看后面的作品和选择。舆论的浪终会过去，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台上的那点真本事。